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你比星光美丽出圈理由，诗诗的演技，谭松韵的脸，徐凯的身材。你比星光美丽终于上线与观众见面。该剧虽然又是一部都市职场剧，还有自行车撞上迈巴赫的霸总小说情节，但其实故事没有玛丽苏的味道，更多的还是现实感与励志感。职场性骚扰，陪客户打牌，上司抢占功劳，这一幕幕的片段不像是看电视剧，倒像是将现实搬到了镜头当中，引起了不少观众的共鸣。而感情线自然也会有，只是相比于霸道总裁爱上我这种俗套的设定，剧中男主对女主的暗恋既隐忍又深情，两人在职场中也不属于女弱男强的模式，而是并驾齐驱，能力相配，这才是都市职场剧的正确打开方式啊！当然，一部剧能够出圈，与演员也有着很大的关系。3个理由不能忽视。01，诗诗的演技。相比于男女主，其实最让我感到惊喜的演员还是诗诗。没错，就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里的墨兰。而诗诗这次依旧是选择挑战恶毒女配类型的角色，只不过墨兰是明着坏，而曾迪这位女上司是阴着坏。工作中的曾迪打扮的颇为干练知性，一看就是个职场女强人，而且面对男主的时候，眼神充满了征服欲，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更让人生气的是，她身为女性，丝毫不同情女下属，甚至助纣为虐，让女主打扮得漂亮点去陪富二代客户。但纪星不配合，男主也出头维护她。见到这个情景后，曾迪虽然脸上还带着笑容，但盯着女主的目光明显冷了下来。头一次如此具象地看到一个演员能把这种软刀子扎人的状态演绎得如此逼真，不知不觉间观众这拳头就握紧了。这还没完，在纪星遭到职场性骚扰，闹到了保安室后，曾迪身为领导自然要去接人，但看到消息的那一刻，他脸上没有着急、担忧，只有满脸的不耐烦，仿佛在心里说：真矫情，不就是被摸了一下吗？有些人都不需要做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他散发出来的恶就已经让人接受不了了。不得不说，在内娱恶毒女配这条赛道上，诗诗可谓是一骑绝尘，表演跟其他人已经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了。希望以后她有更多的机会展现自己的实力吧。02，谭松韵的脸。我看看是谁还不知道谭松韵都已经34岁了。内娱那些所谓的冻龄美人，其实都不如谭松韵的颜值这么扛打。倒不是说她的五官有多么惊艳，而是因为她天生就长了一张幼态脸，即便年过30，演一些高中生、大学生也毫无违和感。当然，新剧中的她没有扮嫩，而是扮演了一个普通的职场女孩纪星。谭松韵的造型简单清纯，气质也相当独特，既有年轻人朝气蓬勃的冲劲儿，也有在职场中历练过后的坚韧与勇敢。最养眼的还是她这张脸蛋，对脸镜头也看不到什么皱纹和瑕疵，皮肤饱满且紧致，任谁也猜不透她的真实年龄。其实谭松韵显年轻，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那就是她的眼神足够清澈，一双眼睛里盛满了灵气，这让她演什么剧都能够与观众拉近距离。看着她就好像是在看邻家妹妹，想必是许多女演员都羡慕的特质吧。而除了外形讨喜，谭松韵的演技也是有目共睹的。就比如女主的屁股被油腻男用咸猪手摸了，当场跟对方理论起来，却不了她反咬一口，还躲开了监控摄像，无疑是一个惯犯。面对这样的场景，女主又委屈又愤怒，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强忍着不让自己哭出来。这小表情谁看了不心疼？不论是跟着谭松韵的颜值，
还是奔着他的演技来追剧，我想观众都不会失望。03，徐凯的身材。这年头的国产剧中，10个男主9个是霸总，但不是谁都能演出小说走进现实的感觉。而徐凯无疑是最符合观众对这类形象所有幻想的男演员。一来是因为他这张脸太顶了，随着年龄增长，五官立体，线条更加鲜明，淡淡瞥向镜头，3分淡漠，5分压迫，还有2分漫不经心，让屏幕前的我都忍不住姨母笑。二来是因为他这个身材简直就是为穿西装而生的，187厘米的身高，肩宽腿长，腰细头小，体态绝佳，妥妥的衣架子。剧中的徐凯也有不少商务精英的造型，笔挺的西装穿在他这个堪比模特的身材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误入到了巴黎秀场。不仅如此，徐凯还属于穿衣显瘦、脱衣有肉的类型，导演就在剧中给家人们争取了一些福利，专门拍摄了一段男主洗澡的镜头。画面里的徐凯脱下上衣，露出坚实的8块腹肌，没有过度健身的油腻感，只有荷尔蒙爆棚的酥感。这真的是我不花钱就能看到的吗？而且徐凯的演技也丝毫没有做作装样的感觉，他能够抓住角色面冷心热的特点，看向女主与看向其他人的眼神也明显不同，那种克制、隐忍又控制不住自己为对方担心的状态，才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暗恋是一个人的兵荒马乱。不知不觉间，他一脚从流量小生迈进了实力派男演员的行列。04，结语。你比星光美丽尽管才播出3集，但已经呈现出了爆款的态势。不光是因为剧情独特，以职场为主，感情线为辅，节奏和情节设计都可圈可点，而且该剧的演员也有融入到角色当中，各自发挥特点，用实力留住观众的目光。当下的国产剧市场，题材迥异，古装剧有《都华年》，谍战剧有《孤战迷城》，却唯独少了一部正儿八经的职场剧。倒不是因为这类题材缺乏流量，而是因为不容易拍，稍微把控不好就容易悬浮狗血，劝退观众。而这部新剧显然拿捏住了观众的喜好，只要后续剧情不崩，热度与口碑都不用愁，大家就瞧好吧。那么你觉得这部剧里谁的表现更抢眼一些？